增进认知，实现自由。朋友们，这里是老管解牛。帝国兴衰战争史的历史趋势，回顾人类3000年的帝国兴衰战争史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这个规律性的总结。第一，社会形态从农业、牧业逐渐发展到商业，文明程度呢在不断的提高，底层动力呢是技术，地理与气候是重大的约束条件，而贸易呢则是最强驱动力。社会制度的变迁则既是结果，又是互相强化的原因。那人类在1500年以后，从野蛮商业就逐渐过渡发展到了1945年以后的文明商业，进入到了更高的秩序水平。第二呢，技术创新的速度是指数级发展的。从大的这个技术时代划分的话，人类在石器时代生活了几百万年，才有了铁器但是在铁器时代只生活了3000年，就进入了机器工业时代了。那机器工业时代又生活了200多年，又进入了信息时代。在信息时代也就待了才30年。你看现在人类这感觉就要跨入全新的智能时代了。看到没有？这个技术发展的速度越到今天越快，快到过去的人无法想象。那未来是不是会继续加快那当然要继续加快了所以你不要对世界的未来发展失去信心，我们反而要有非常充足的信心。我前段时间看有一种观点，警告大家不要投这个纳斯达克指数基金了，说这个指数基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理由就是全球化终结了技术创新达到极限了什么什么的听起来是不是挺有道理？这就不太了解技术创新的本质了。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什么？是秩序的升级。注意听秩序的升级。什么叫秩序的升级？那就是说这个世界是逐渐从混乱走向更高水平的秩序的，而技术本身它就是秩序，技术创新就是秩序升级。你说为啥你对秩序升级这么有信心难道不会反过来秩序走向崩溃吗？这可不是脑子里的主观的乐观主义那不是信仰，这是科学理论的结论。这个科学理论就叫熵理论，也就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理论可以说是揭示了这个宇宙世界变化的这个深刻的定律。这个理论理解起来挺不容易的，那我有机会呢可以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理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在一个开放系统里，也就是说能量不断输入又不断耗散的这么一个系统里，秩序水平是不断提升的。而地球呢就是这样一个系统，太阳能不断的输入地球，地球又把能量不断的耗散到太空，那么地球这个开放系统它的秩序水平就会一直不断的提升。那这也被叫做熵减。那很多人听说过熵增对不对？但熵增是指的在封闭系统里面它是熵增的，秩序是越来越混乱的。那理解了这个理论，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地球上的文明在几亿年前、几百万年、几千年来一直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提高。你也就对为什么技术会指数级发展而豁然开朗。那么理解了这些长期定投纳指，你不会犹豫的。你要是不理解，你当然会害怕了所以改天呢，我恐怕得专门做一期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让你可以放心大胆的长期定投纳指。注意是定投第三，今天野蛮的集权体制已绝无可能战胜文明的自由体制。人类历史上野蛮战胜文明的情况发生过好几次最严重的一次就是罗马摧毁古希腊集权体制摧毁了自由体制那还有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秦朝一统各国，摧毁了璀璨的诸子百家文明那一次呢是铁器技术出现造成的一次人类社会秩序的倒退。
但是呢，在很多方面它也是在进步的，而技术的持续发展，最终还是让人类社会逐渐走向了解放个体、尊重个体、尊重创新、敢于突破传统这个道路上来。今天呢，由于创新速度非常快啊，每过10年、20年就会发生巨变啊，技术就已经迭代到更高水平。你要是落后10年、20年，你就落后了1代或者2代的技术。那一旦落后，你战场上你就可能完全的沦为被动而挨打呀。你看俄罗斯战场上，俄罗斯的武器技术有多么的拉胯呀？那美国从库存当中拿起了一些陈年老货，都能把这个俄军打得找不到北。你今天的战场比拼的不是军队人数啦，比拼的是技术谁更先进。那未来更是如此啊！人工智能时代，战争形态会变成什么样子啊？我们今天都无法想象。那么，为什么说今天集权体制已经没有可能战胜自由体制了？首先，在集权体制下，技术创新会被严重压制。那技术创新来自于3个条件，我们前面解释过了。第一是经济得富裕啊，第二得尊重个体精神啊，你得允许他去突破传统，你只要他不伤害别人的权利，你就不要压抑他，你管他种族、肤色啊、信仰、性别呢？只要他想做自己的事情又不伤害别人，就要鼓励他自信的做他自己，因为只有自信的个体才有创造力啊！一个对自己没有自信、经常羞愧难当的人，他可能有创新能力吗？第三，就是你这个国家它人口基数得足够大，因为重大创新都是来自于少数天赋异禀的人啊，这样的天才出现的概率很低，人口数量大了，那它出现的概率自然就高了嘛。具备上面3个条件的国家或者社会，它必然能够迸发出来强大的创新能力。而独裁专制体制呢，第一，它极大概率搞不好经济，民众他不富裕呀，他要穷的呀。第二，它天然就会压制个体精神，不符合这个体制价值观的这些个体，他们的行为主张一律都给你干掉，带上枷锁。有这2条在，这高度集权甚至独裁的这种社会，它的创新能力就会严重受到抑制。所以往未来看，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独裁体制已经过气了，已经被扔到这个历史的棺材里面去了，只有衰亡一条路，它再也没有可能战胜现代文明。那第四呢，历史上大规模的人类战争主要是2大原因造成的，一个是早期为了生存或者为了这个利益而野蛮的抢夺资源。在商业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欧美已经彻底商业化了，社会也已经学会了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合作共赢，共同繁荣。所以欧美社会今天不会发生大规模的这种抢夺性的战争了。你别看美国现在喊着要拿走格陵兰，甚至把加拿大要并进去，这基本都做不到，但美国人自己内部都过不了关。那今天通过大规模战争掠夺别国的情况，主要存在于专制独裁政体下的国家。这类国家一旦武力上具有压倒性优势，它就必然的要对外掠夺。这一点自古至今就一直是个定律，没有例外的。很多人经常说啊，中国人爱好和平，中国人从来不搞侵略啊。比如那著名的所谓的经济学家李稻葵，就是清华那个教授啊，专门写了本书鼓吹这个。但是别人他不是傻子呀，你就看中国过去3000年的历史，只要武力强大了，哪回不往周边打一打，扩张一下，掠夺一下呀？秦朝、汉朝、唐朝、清朝，哪个不是啊？那现在很多中国人，那不还是对当时的汉朝、唐朝感到无比骄傲吗？你为啥骄傲啊？你不就是内心流露着你对领土扩张的这种无比向往和光荣吗？所以你老拿这个来忽悠世界，你穷的时候大家知道你没能力，相信你不会扩张。你现在武力强大了，那每天厉害了我的国造军舰跟下饺子似的，那人家眼睛瞎了吗？相信你不会扩张。
那历史上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另一个原因是近代以后贫富两极化造成的社会对立、民粹与仇恨的崛起，以及野心家对民粹的驾驭和利用，把这个民粹和仇恨的浪潮引向对外的战争。这是一战和二战的根本原因啊！可以说啊，如果同时有几个国家贫富极端两极化，又加上他们是独裁政体的话，那爆发战争它是100%的概率。那今天的世界局势呢，会不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啊？我认为要牢牢抓住上面说的这2点，就是两极化和独裁政体这2点来观察，是不是它在一起发生了化学反应。美国的贫富分化与内部动荡，今天的欧洲贫富分化它仍然处在非常低的水平，基尼系数仍然是在 0.25 到 0.35 之间啊。我们前面说过，一战前各国基尼系数达到 0.5 以上，对不对？所以说啊，今天这个欧洲社会它处于非常稳定的状态，欧洲各国之间是不可能发生战争的，唯一可能的是欧洲与俄罗斯打仗。但是俄罗斯现在他连个乌克兰他都啃不下来，啃掉一嘴牙呀，他完全没有能力跟欧洲打仗。但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呢，是美国内部的贫富分化，现在又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按照德意志银行的研究，美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 0.49 啊，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一战前的水平了。你看这张图啊，那上集我们不是说了吗？美国不是二战后通过高税收杀死了这个贫富分化吗？那为什么现在基尼系数又这么高了？这是里根总统的遗产。1970年代美国的基尼系数啊只有 0.3 出头。1970年代的美国呢，他又比较倒霉。总统约翰逊啊正在学习欧洲搞高福利社会啊，政府支出很大。那偏偏就在这个时候，美国遭遇了2件大事，让美国的这个福利制度改革胎死腹中。一件是美国深陷越战，军费支出巨大，政府赤字大幅攀升。第二件是中东战争造成油价翻了4倍，结果就是美国陷入了痛苦的滞胀泥潭，失业率飙升啊，物价飙升，民众大为不满呀。而1981年以后，里根上台，他痛斥大政府、低效率伤害经济过度支出造成通胀。那于是呢，他就大砍政府支出，那砍的就是民众福利啊。那同时呢，大幅的降低税收。那里根的减税力度非常之大，把这个个人的所得税从 70% 砍到 28%， 把企业所得税率从 46% 砍到了 34%。 那这个政府的收入骤降啊，那当然支出它也大幅下降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通胀率也迅速下降经济又开始了久违的繁荣复苏。那失业率大幅降低，老百姓生活眼见的迅速提高啊。那里根就深受民众欢迎和爱戴，他就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被载入史册。但实际上呢，当时美国的经济恢复繁荣，最主要的原因是2个，第一是停止战争了，第二是中东危机结束了，油价从40多美元暴跌到10几美元。那美国经济你当然要摆脱滞胀，重回复苏了呀。可是民众把光环全都带到了里根头上，把经济繁荣的原因全都归根到里根的大幅减税和小政府政策上。那从那以后呢，整个美国社会都把小政府低税率奉为圭臬它变成了一种信仰。我知道很多观众不会同意我的看法，他会说里根的低税率、低支出的小政府政策造成了美国经济的繁荣。那么你可以横向比较一下同时期的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呀，他们当时没有战争支出的困扰，他们都是议会民主制，不是总统直选制，所以经济决策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不会交给民众去投票而是在议会层面交给精英去商讨决策。他们就没有大幅减税，依然坚持高福利或者较高福利。那结果怎么样？那他们有没有繁荣石油危机以后，他们一样经济繁荣了呀。
那你可能说，那也不如美国。那没错，整体国力是比美国要少，但是人口有差距啊。你要看人均的富裕程度比美国差吗？并没有差多少呀。你要考虑到美国的这个经济体量大好多呀，它的这个规模经济优势要强好多的呀，所以它的这个产生的经济的协同效率自然要强很多呀。那里根讲过一个笑话，说一个朋友家的小孩说将来要当总统啊，给流浪汉要发福利，让他们有食物吃，有地方住。里根说，那你现在就可以呀，你到我家把我家草坪剪了，赚来50块，你可以把这50块拿去给流浪汉，让他买吃的呀。那结果孩子问，那干嘛不让流浪汉自己去你家捡草坪，然后自己来赚这50元，自己去买吃的呢？里根大笑说，啊，对嘛，那所以不能高福利养懒汉呀。里根啊，特别擅长讲这种浅显易懂的笑话。他这个故事在美国的民众，在世界民众当中流传甚广，大家都觉得他说的太对了。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就是低收入群体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很多都是由于疾病、残疾，有的是受教育程度太低，有的是懒惰。但是其实所谓懒惰，也很大程度上是他小时候没有受到更好的教育造成的呀。对于低收入群体，如果你不去给他们福利，不解决他们的看病问题，不给他们投入更多的教育资源啊，这是最关键的。你不让他们的孩子也能得到更好的教育，那这个低收入的群体，他就会在一个贫困陷阱里，一代一代都爬不出来。那孩子也没知识啊，没有技能啊，那长此以往，经过他几十年，这个社会就会培养出来一大批在贫困陷阱里没有知识、没有技能的低收入群体，而这个群体的收入水平也会跟高收入群体的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当然就越来越高了。那当它达到危险的临界水平0.5左右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出现仇恨、偏见、嫉妒、排外、反科学、主张自私自利，这一系列的负面情绪，这些洪流都会汇集到一起，孕育出规模庞大的民粹浪潮。那还有人把这种两极化的这个原因归结为全球化，那不是呀。你看看人家欧洲、欧美加澳，它有没有啊？没有啊，人家也全球化了呀。那美国呢，现在基本上是陷入了这样一种两极化的趋势，慢慢的积累了40年，基尼系数再次达到了0.49。而今天呢，美国又大幅的降低企业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率才21%啊，鼓励分配交税20%，你再加一点杂项，富裕的这些人们，他们的综合税率才39%，但是打工人挣工资交的税，联邦最高税率是39.5%，你再加上一些额外的税，最高达到50%以上啊。也就是说，越富裕的顶层税率反而比辛辛苦苦的打工人们税率更低。你关键是这些掌握企业的富裕的企业主阶层，他们还可以通过不分红、回购这些方式来规避税负啊。这就是美国的税负现状啊。那了不起的投资大师巴菲特曾经说，我的秘书比我的税率还高啊，这不合理呀。在这个局面下，你美国的两极化它肯定是越来越厉害呀。极端两极化的社会结构，仇恨与愤怒是必然要滋生出来的。那我们看到今天美国社会出现严重的撕裂啊，那左右两派对立极端化，甚至出现街头的这种暴力互殴。那么回想一战前两极分化与民粹崛起，这不禁让人担心啊。美国的变化会对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冲击啊？美国内部会不会发生内战或者内乱呀？美国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我个人觉得是极小的，因为目前欧美社会啊，只有美国的两极化到了这个水平，其他国家呢都非常低，而且美国也已经实行民主自由制度200多年了，它具有很强的纠错能力，就主动发动对外大规模战争这个事情，我认为发生的概率为0。当然，在这个洪流的驱动下，采取武装行动啊，去动一动一些小国，那是有可能的，而且已经发生了。
那么美国会不会发生内乱啊？预测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难，因为社会是个复杂系统，作用力的传递不是线性的，是非线性的。那我个人觉得发生的概率是很低的，但是我不敢心存侥幸，因为这个事情啊，一旦发生，对社会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啊，而我也投资在美国经济上，我当然要采取策略对冲这个风险。那今天我不讲，回头讲投资的时候再深入讲。我对美国的长期稳定非常乐观，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美国是个纯粹的商业化社会，发生社会主义的革命概率为零。在农业社会形态的国家里，土地是主要资产，抢来土地就是一切啊，所以它容易发生革命。但是今天的商业社会，主要的资产是企业，你抢来企业有什么用？你还得经营好啊，所以你离不开企业家。企业这个资产它不像土地是有形的物，企业这个资产它体现为未来的收入流，所以在这个财富形态下，革命的概率等于零。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啊，那就是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互相协商啊，大家商量一下，把这个企业未来的收入流咱们怎么切分啊？具体表现就是这个税率定在多少合适啊？那富人的税率呢提高一点，拿出一些钱来给这些被社会系统甩掉的这些穷人啊，滑落的中产层，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个福利和经济支援，让他们特别是他们的后代有机会从贫穷里面爬出来。你要不这么干，当两极化发展到极致，发展到民粹风潮大爆发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某个擅长操控民粹的政治强人，借助民粹实现政治的集权化甚至独裁化。那么这个问题呢，本质上其实是容易解决的，只要大家达成一致认识。目前看这个共识呢还没有达成，而要达成共识，从历史上看，通常它都得出现点危机性事件才行。这个危机性的事件会是什么样子，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且看美国这个社会到底会怎么发展。但是这个危机性事件，我认为不会是很大的灾祸，长期看也只是一次社会的这个波动而已。所以呢，我认为美国最终恐怕它还是会走向提高富人的这个税率啊，给穷人提供更多的福利啊，给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让这个社会啊恢复稳定发展的道路上去。也许未来5年10年，我觉得就会发生。中国崛起与东亚准火药桶，对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事件，非中国崛起莫属了。中国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这个经济繁荣啊，飞速发展，国力可以说现在世界第2。中国的制造业很厉害啊，这个不用争论什么。中国在新能源领域也是一骑绝尘，在人工智能领域呢更是突飞猛进。那中国现在的科技创新能力非常强，咱们前面说了嘛，民众富裕啊，尊重个体精神，人口基数大，这3条如果同时具备，这个国家就会创新能力很强啊。那中国呢是这3条具备了1条半，第1条是巨大的人口基数14亿啊，半条呢是民众富裕，那就是部分民众啊一般富裕了，少数群体呢非常富裕了。就这1条半已经把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啊刺激的一飞冲天了。你就算只有2亿多人富裕起来，那也是巨大的人口规模呀，那就赶上英法德3国的人口总和了。那它当然会迸发出强劲的这个科技创新能力啊。你试想啊，倘若中国过去10年顺应时势采取了正确的改革和政策，比如说放开国有垄断呀，继续保持开明政治啊，允许不同声音，尊重私有产权，甚至更进一步搞民主化啊、自由化改革，让10亿中国人富裕起来啊，同时进行教育改革，释放个体的创新能力，那么中国铁定是整个地球上创新能力最强的经济体啊！你人口体量摆在哪里呀？那是美国的4倍还多。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中国也不会让民主国家视为威胁了，你反而会融入世界的现代文明，而且你必然要引领这个现代文明阔步向前。哎呀，我都在做梦啊！醒醒啊，看看现实。现实是残酷的，
中国的科技创新现在面临4个挑战。第一，就是人口急剧老龄化造成的经济通缩，这个通缩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不深化改革，不采取正确措施，它会压缩老百姓的钱包。第二，是中国过去10年逐渐走向了更强的中央集权的道路。经济领域是国进民退，这个趋势会慢慢降低经济的活力与效率，长期看也会压缩老百姓的钱包。第三，就是在高度集权下，经济决策上很难做出正确的决策。比如如今如此严重的通货紧缩的局面，仍然拒绝采取更有力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这也会压缩老百姓的钱包。前面3个都是会放慢中国居民的这个富裕步伐，甚至使相当一部分人逐渐变得不富裕。这在长期看是会慢慢的侵蚀削弱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第四呢，就是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对个体不同意见打压更厉害，这长期看也会损害社会的科技创新能力。但是呢，必须得承认，这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未来10年仍然会比较强劲。为什么呢？就是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的这个积累的势能中国只要不打仗，体制上就算继续这样僵化经济决策就算继续这样不太正确，那中国经济不会崩溃只不过慢慢收缩嘛。这个情况下，中国依然会有2亿左右比较富裕的群体，他们依然能够迸发出来这种比较强的科技创新能量。那前段时间 DeepSeek， 那最近的 C-Dance， 你看都是典型代表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令人侧目的来自中国的科技创新只不过呢，这远远还没有把巨大的科技创新的潜力发挥出来。那但是说到这里呢，再提一下美国。美国现在有一种倾向在打击这个大学，这个是会伤害这个科技创新能力的。东亚的这个政治局势出现了令人十分担忧的发展。你中国过去10年一直在大规模的投入金钱扩充5倍，已经有3艘航母啦，福建舰据说已经比肩美国最先进的航母啦，建造速度远超美国呀，歼20、歼35据说非常厉害又说这个军舰在下饺子一样在制造。那你这个情况下，别人怎么会不害怕呀？而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更是寸步不让，步步紧逼，这就引起了台湾和日本的高度警惕台湾不用说了，主张对抗的声音一直居于这个主流地位。而日本最近的发展呢，令人忧虑。日本长期以来对中国军力的突飞猛进和对台湾的步步紧逼，他感到不安。而新首相高市早苗当选后，立即抛出更强硬的立场，结果把这个原本看不见的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给它激发出来了。中国呢，则用更加严厉的方式表达对日本的愤怒。中国国内的这个民族主义洪流更是洪水滔天。而中国驻日外交官的这种严厉甚至恐怖的辞令，大大刺激了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那我们就看到，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自从这个态度强硬的高市早苗上任以后，日本自民党的支持率在这次众议院选举中达到了70%的历史高位。这说明日本民众同样爆发出来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啦。那日本肯定会修宪肯定会扩张5倍。那从历史上看，当2个国家纷纷拿出民族主义的大力神丸来刺激本国民众的时候，彼此之间的愤怒和仇恨有可能进入一种螺旋上升的一种危险轨道。一战前不就是这样的吗？这种东西煽动到一定程度，它是可能脱轨脱离控制的。那么东亚接下来会不会出现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目前看端倪已现，未来2国能否小心谨慎地控制好民族主义这头猛兽的缰绳，不要脱缰，
这是严峻的考验。所以把东亚现在的局势说成是一个准火药桶，是一点都不为过的。而台海问题就是那根导火索，你说这根导火索会不会被点燃？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同样很难预测。这东西就是决策者一念之间的事情，你怎么预测啊？而一旦这根导火索被点燃，它必然要点燃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大规模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中国、俄罗斯、朝鲜、台湾、韩国、日本、美国，甚至菲律宾、越南，以及远隔万里的欧洲，都有可能被拖下水。我倾向于认为点燃的概率非常低，这是基于我对决策者这10几年决策特点的观察。那我不多说了，但是呢，尽管概率很低，也不可忽视，因为它一旦发生，给我们带来的危害实在太巨大了。这类事情就是塔勒布所说的黑天鹅事件。对待这类事件，我们有办法采取策略对冲。那回头我讲投资的时候呢，再深入谈。往更长远看啊，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对中国乐观一些。中国这些年呢，有一些重要的变化。第一呢，是中国商业化渗透已经非常厉害了。尽管主要的资源资产都控制在国有企业手里，但是市场化的企业、私营企业也毕竟是发展起来不少大型资本啊，比如马云、马化腾啊等等，那都是有巨大影响力的商业领袖。那第二呢，是中国下一代，那都是改革开放中接受教育成长起来的，他们不再会像现在这一代那样沐浴着文革的春风长大。那个时候教育系统完全崩坏了，知识体系都被砸烂了。所以呢，我觉得未来10年或者20年以后，当下一代崛起的时候，中国是有很大概率在制度上也许会来一次巨变式的改革啊，从此让中国走向真正的文明与繁荣。那不论从思想形态还是经济形态上，我觉得中国都具备了这个巨变的条件。那个时候我已经60岁出头了，这个预言能不能实现，我应该能活着看见。那最后综合来看呢，当下世界局势离战争还有多远呀？2大风险点，一个是美国内部，这个问题我觉得好解决；另一个呢就是东亚准火药桶，这个有风险，但是我觉得近期发生的概率呢也非常低，中远期怎样还需要保持观察。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悲观，但是为了应对这类黑天鹅事件，我们需要在个人生活和投资上提早做出防御性安排。我将在投资系列影片当中详细讲解。好，朋友们，这个5集系列片我终于讲完了。喜欢我的影片就给我点赞转发，关注老管解牛，关注的时候打开小铃铛全部，我有新视频你就可以及时收到通知。朋友们，下期再见。